这是一台当贝 X3 Pro 激光投影，当贝的运营小姐姐把它借给我试用的时候告诉我，它的上一代机型当贝 X3 是投影机的年度爆款。说真的，我当时有点怀疑啊，然后打开京东搜索投影，结果蹦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当贝 X3。这期视频我会分别从外观、亮度、画质、游戏表现、内置音箱、内置播放器几个方面聊一下我对于这台定位家庭用户的 4K 激光投影的试用感受。这台当贝 X3 Pro 是我年前就收到的试用工程样机，包装盒是3毫米厚的高强度硬纸板，右上角显示该产品曾经获得2021年 IF 设计奖，顶部有一个激光雷射的 logo， 侧面露出一个巨大的银色的 X。打开上盖，投影机稳稳坐在包装中，内衬是黑色的泡沫棉，机身整体是一个圆角的长方体，侧面是哑光的工程塑料，顶面是亮光类玻璃材质。金属网罩从右侧延伸到背面，再延伸到左侧。网罩背后内置了杜比和 DTS 双认证的小音箱2只，分别位于左右两侧。顶部按键是触摸式的，正面的镜头外有一块保护玻璃，这2个设计对清理灰尘这件事来说非常友好。背面的接口包括 USB 接口、光纤音频接口、网线接口、3.5毫米耳机接口、电源接口和2个 HDMI 接口，其中一个支持 ARC， 也就是音频回传通道。底部有一个1/4云台接口，可以把投影装在三脚架上，还有4个可以通过旋转调节水平的脚垫。遥控器塑料和金属结合的工艺，手感比较细腻，把它跟传统的投影遥控器放一起，就能感受到这是一台互联网思维做的投影。投影的核心是光 ，X3 Pro 的光源是 ALPD 激光光源，相比传统的投影灯泡，激光光源的寿命和亮度都要高很多。我这台 W1070 用了很多年，灯泡碎过一次，碎掉之前，它的亮度随着使用时间的变长而衰减，画面越来越暗。在寿命这点上，激光光源优势明显。X3 Pro 的亮度指标是3200流明，高亮的投影对环境的要求相对低，在房间不做完全遮光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可看的效果。关于投射面积，在产品说明书里有张图很实用，它显示了这台投影投射不同尺寸需要的距离。我们常说的多少寸是屏幕对角线的长度，单位是英寸。上面这个表格把屏幕对角线的英寸换成宽和高，单位是厘米。下面的注释显示，这台投影的最佳投射效果是100英寸。巧了，我这块幕布就是100寸的。100寸的视觉比例大概是这样的。关于这块幕布，你可以看这期视频。4K HDR 这个参数在电视上早已普及了，现在投影上也越来越多。对投影稍微懂点的朋友总会纠结是原生 4K 还是抖 4K， 其实之前我也挺纠结这个的，然后掏一下口袋就不纠结了。就算是2022年，原生 4K 投影的价格是这台的3倍以上。关于原生 4K、抖 4K 的区别的纯技术问题，知乎有篇文章，链接放到简介里，大家自己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抖 4K 不等于假 4K， 把它连接 PS5 或者 PC， 能看到分辨率还是 4K 的分辨率，画质比 1080P 也是提升了一大截。特别是当我用 X3 Pro 内置的播放器来播放高码率 4K 片源，尤其明显。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用这台机器内置的播放器通过 5G WiFi 连接 NAS 进行局域网播放的。电影是高码率的 MKV 或 MP4 格式的文件，码率远高于流媒体。正常的播放和拖拽进度条也没有卡顿，这说明这台机器的硬件解码能力还是很强的。但其实它的芯片并不是为了解码这种高码率电影而设计的，所以当播放蓝光圆盘时，拖动进度条还是出现了卡顿。用一台投影去解码蓝光圆盘，我也是飘了。但能播放容量20GB 左右的 MKV 或者 MP4 格式的电影，这对家庭影院的初烧玩家来说，可以省一个普通的硬盘播放器，很实用。用投影玩游戏，先说延迟。
我分别在这台投影的几个图像模式下进行测试，结论是游戏模式延迟最低，除了游戏模式，其他几个模式都有可感知的延迟。玩游戏的延迟感受和这台 LG OLED 电视基本一致。在 Artins 网站可以查到这台电视的延迟测试数据。4K 60赫兹的刷新率下，游戏模式大约在20多毫秒，由此推测这台投影的游戏模式延迟也在20毫秒左右。我平时会用 PC 通过一条 Premium 认证的 HDMI 2.0 线连接电视，或者用一条 DP 线连接显示器来玩地平线5。不论色彩，单说延迟感受，一定是这台 2K 144赫兹显示器优于这台 OLED 电视，等于这台 X3 Pro 投影。如果这台显示器的延迟体验是非常顺滑，那电视和投影就是完全可玩的感觉。我查了一下，这台显示器的延迟在不同刷新率下是4到9毫秒，和我的感受完全吻合。所以我觉得游戏体验的顺滑程度是由显示设备的刷新率、显示设备的延迟和游戏的帧数，也就是显卡性能这3方面共同决定的。如果有一个短板，就足以拖垮整个体验。再说游戏的色彩表现，毫无疑问是 OLED 电视远大于显示器，大于投影。OLED 电视色彩无敌，显示器延迟无敌，那投影玩游戏优势到底在哪儿呢？当我和家人朋友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再棒的色彩，再低的延迟，都抵不上一块光线柔和的大屏幕带来的沉浸感。This is someone like you for him. I heard that you settled down. X3 Pro 的内置音箱很值得说一说，因为它真的吊打我电视的内置音箱和这台投影的喇叭。我想这可能得益于它机身外形设计，腔体够大，低音就足，音量也大。虽然谈不上音质有多么好，但也足以一改我对投影内置音箱特别差的印象。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功能，就是可以把它通过蓝牙连接手机，当做蓝牙音响来用。这对音箱也有缺点，2个扬声器在两边的设计，导致如果你坐在投影的一侧看电影，就只能听到单声道，因为另一侧音箱是朝着耳朵相反方向发声的。这个问题倒是也能解决，就是吊装在你的上方，墙壁反射投影两侧音箱发出的声音，再到你的耳朵，听起来至少是平衡的。而且投影吊装在脑袋上方，会形成相对更开阔的声场。X3 Pro 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内置的当被市场可以下载无数 App、128G 储存空间，支持本地缓存追剧、自动对焦、自动提醒校正、动态插帧、德国莱茵认证的低蓝光护眼、AI 调光、主动快门式 3D 电影播放、语音控制、华为 Cast 加，甚至你遥控器丢了，它也能帮你找回来。在试用的这1个多月，我逐渐明白，这台机器的本质上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的投影，而是一台家庭影音娱乐中心。这台设备在8000多的价格内，用一个低调的长方体圆角黑盒子，整合了传统家庭影院中片源、播放器、功放、音箱、显示设备的整套系统。虽然它不能实现顶级画质、顶级音质，但是它却给一部分人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一个不折腾、不花太多钱也能拥有自己家庭影院的机会，一个从无到有的机会。除此以外，一个支持 ARC 音频回传的 HDMI 接口，一个能传输 5.1 环绕声的光纤音频接口，意味着将来可以再买一套功放、音箱、播放器，来获得更强大的解码能力和音质表现。到那时，这台投影只需要作为整个家庭影院系统的显示设备，给后续升级预留了可能。如果说传统大厂通过技术积累把核心功能做得越来越强值得尊敬，那国产品牌用互联网思维整合功能，降低门槛，让更多人享受到家庭影院带来的美好，同样值得尊敬。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求个点赞订阅。我是考拉上校，下期再见。